流年4就是你会突然多了很多的包袱弱点，每件事都是拖泥带水，没办法利落解决的。天哪，这么惨！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继续说生命灵数很难搞的流年4。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内在压力很大，因为你可能没有帮手，还会有好几个猪队友。你怀疑这个说法吗？代表你很好命，有人罩，还没有真正被流年4牵拖连累再复活。就算你还没经历过，但应该有听过看过，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做出人生的重大改变。好一点的情况是已经有心理准备，但没有经验。比较麻烦的是连想都没想过，措手不及的遇到，缺乏经验，代表可以选择的办法很有限，加上时间压力，不能做错决定的压力就更大了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4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4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复习以前的节目，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概念的解释。今天这集很珍贵，讲流年4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记得分享给朋友。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，需要帮忙，或是解读没把握，想知道自己的流年是多少，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，很简单的。更新版还有专属你的流年详细解说哦。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，请对号入座。就让我们从流年4开始慢慢说吧。首先，先来说明流年的概念。最好懂的说法是，它类似游戏的关卡，开放你进来闯关，你一定会遇到困难和挑战，甚至要承担、要牺牲才能完成挑战。过关之后会有奖励，但不保证你会成功，这应该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常识了。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4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4的关卡。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过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会遇到哪些试炼，该怎么处理，或是参考这集节目，回想之前的流年4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有没有拿到宝物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4之前就会有迹象了，特别是每天有记账习惯的人，可能前1年底就会隐隐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了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4，所有的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带来一系列的情境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说明，例如你的工作表现一直以来都很稳定，包括收入也很稳定，这给你很大的安全感，感觉到人生有点顺遂、舒服的时候，你觉得是时候买一个大礼物奖励自己一下。也许是一台你梦寐已久、象征自由的车，也可能是专业级的整组咖啡机设备，都是你一直以来看了很久、想了很久，但没办法轻易入手的梦幻逸品。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充满意义的。例如，你一直幻想着，要是有一天自己可以用这台车自由地到海边兜风，不用追赶公车、火车，爱玩多晚就玩多晚。这种不受拘束、开心的感觉，就是你认定自由自在的享受人生了。那么，拥有这台车对你的意义就非常重大。因为你的努力不一定有人看见，既然如此，还不如自己犒赏自己。于是你打算买下这台车当做奖励，只要看见它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棒。它代表着你一直以来的努力，也说明着你的坚持是有价值的。现在终于有机会把奖励带回家，当然要把长久的梦想变成现实啊！也许目前的你需要分期付款才能完成，不管你花了多少钱，总共要分期多久，都是你犒赏自己的超级大礼物哦。就在你一切安稳顺遂的时候，你的老板认为你应该可以帮忙带人，就安排了一个新人给你，希望你边做边教，新人跟着边学边做就好。说得很简单，但你没有带人的经验，以为讲了对方就会懂，放手让对方自己去试，有问题再问就好了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完全没经验的一张白纸，你必须花时间从最基本的东西教起，只好先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从零开始教育，因为这样你的工作进度被拖累了。被催促进度时，你必须把新人放一边，自己先赶工再说。就算新人很想帮忙，但这种时候没经验的人只会添乱呐。没空照顾新人的你，只好先支开对方了。老板看到到处闲晃的新人，就随口问了一下，结果新人说自己没事可做，因为你不让他做。
但完全没提到自己还无法上手的事实。老板满脸疑惑，这下是不是麻烦大了？严格来说，问题是你们能力落差太大，所以无法分配工作，还影响你的效率。你要教育新人，又要追赶进度，完成任务。新人是想学东西，但不能要求品质和成效，因此眼前最大的难题是目标不一致，加上新人的自由表述，老板的片段解读，沟通不良就会是下一个等着你的问题。不管他是要教会新人，还是和老板解释现况，总之要解开误会、解决问题，都要靠你自己。在新人能上手之前，你每天都会有惊吓发生。除了原来的工作效率下降，让你心烦之外，还得到处去收拾新人制造的麻烦。明明不是你的问题，却有连带责任。如果朋友知道你的情况，一定会劝你：天哪，这么惨，不要做了啦。但是你才刚刚分期付款买下人生奖励耶，就是认为工作很安稳才大手笔买的，这下子到底是该走还是继续撑下去才对呢？这就是流年4关卡的复杂与纠结，就是你会突然多了很多的包袱弱点，每件事都是拖泥带水，没办法利落解决的。不管是分期付款，还要好几年的人生奖励，或是每天给你惊喜惊吓的新人后辈，还要预防主管不小心的误会，这种随时有状况的慌乱感真的很头痛吧？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4的崩溃，那就让我们说清楚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流年是1年份的关卡吗？所以刚才例子说的各种问题情况可以轮流出现一遍一遍再一遍。要知道你体验的时间是整整1年哦，是不是说到这里就快要虚脱了呢？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，才能放松一下呢？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才知道你渴望什么，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4的关卡，为什么这么难搞？努力过关会有奖励吗？是的，你猜对了，但你一定猜不到是什么。让你坚持1整年，当然会有很棒的宝物，只要过关的人就会得到凝聚力的特殊技能。所谓的团队最少3个人以上，通常人数会更多，但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自己的个性脾气，光是合作要不出乱子就要有很高的难度，这时候很需要凝聚他人的这个能力了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4到处出状况，乱得迷迷冒冒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担心，至少你知道宝物是什么，大概会经历什么，肯定比原地打转的人强上好几倍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4是培养你凝聚伙伴共识的能力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能力，想得到没那么容易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，要一起完成共同目标。例如办成果展，必须做的事会有很多，像是准备展览项目、进场、撤场和场地布置、活动的现场分工，每件事都是必须完成，成果展才办得起来。一定会有人挑3拣4的选简单的工作，而且主管要你负责，基本成员只有新人小白，是不是很想离职？但分期付款还没结束，跑不了呀。那么要如何搞定流年4的崩溃呢？首先，最好在组队前和潜在队友事先沟通，了解彼此的优缺点、工作风格和目标。要是已经指定，那你就要主动了解队友，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明确分工，好发挥所长，制定明确的目标，朝共同的方向努力。定期举行会议，让大家畅所欲言，保持良好的沟通，透过解决问题建立伙伴的信任感。毕竟团队要互相信任，才能共同承担责任。随着情况变化，再适时调整团队的分工。当你挑战过和不同特质、能力的人共同完成目标后，就会懂这到底有多难，还会发现选择队友才是关键。给你几个重点： 1. 选择和自己互补的人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； 2. 选择可靠负责的人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； 3. 选择学习能力强的人，让团队不断进步； 4. 有共同兴趣的人，合作起来会更愉快。一定要能力不同才能互补，想法一致才能完成。这种凝聚力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？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凝聚力的认知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。因此，流年4破关的方法是：没关系，我来。特别是大家不想做，但不做会出事的事。为什么不能推给别人？因为做不好会出事啊！虽然你可能不甘愿，但这是最好的办法哟。让喵喵大师提醒你一件事，
9年后的流年4会从这个挑战再来一次哦。等9年后再纠结一次吗？不如赶快搞定，对吧？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拿到凝聚力的技能，选择自己会的、擅长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用的努力，成就才会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凝聚力是什么呢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2.0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